眼看于义伟似乎已经濒临死亡，叶晨无奈地摇了摇头，说你有血光之灾，你还不服气？现在弄成这个鸟样，还要求我来帮你收场，你难道不觉得丢脸？于义伟垂死哀求道：叶先生，在下知错了，在下现在只想留住这条狗命，好给我余家留个后。叶晨淡淡道：放心，我是不会让你死的，起码现在不会，毕竟今天是中书乔迁之喜，你要是死在这儿，那可真是太不吉利了。说着，他走上前去，从于义伟口袋里掏出一包药粉，开口问道：这就是解药吗？是，于义伟点头如捣蒜。叶晨捏开他的嘴，将一整包药粉都倒了进去。于义伟无比感激地说道：叶先生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永生难忘。叶晨冷笑一声道：你先别谢得这么早，刚才这些蚊子体积大了很多倍，体内的毒液肯定也增长了很多倍，你这么点解药，我看未必够用。于义伟表情瞬间呆滞，叶晨说的没错，刚才这20多只巨型血蚊携带的毒液容量怕是至少超了10倍以上，而自己这点解药怕是真的不够用。情况果然不出叶晨所料，于义伟体内毒液太多，早已远远超出解药所能应对的上限，所以于义伟的情况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好转，而被血蚊叮咬过的位置都已经明显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烂，好似伤口已经腐败多日。于义伟吓得魂飞魄散，哭着说道：叶先生救我啊，叶先生。叶晨笑道：你要解药，我已经为你吃过了，你还要我怎么帮你？我也没有你这种解药。于义伟哭着说道：要不您给我叫一辆救护车吧，我再拖下去的话，真的必死无疑了。叶晨笑道：你这大名鼎鼎的于大师，要是被救护车拉走，是不是有点丢脸啊？于义伟连忙摇头道：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求您帮我打急救电话吧。此时的他已经完全顾不上脸面与尊严了。他深知血蚊的毒性强横，虽说刚才自己服下些许解药，但也只能暂时拖住毒液向五脏六腑蔓延，可是自己的伤口还在以极快的速度不断溃烂，再拖下去怕是要烂成一具腐尸。所以当下只能寄希望于医院，若是能尽快到医院切除所有腐肉，同时做血液透析，彻底阻断毒液扩散，或许自己还能捡回一条烂命。叶晨这时候看着他，笑着问道：于先生，你就不好奇为什么你养的蚊子会变得这么大吗？于义伟惊骇不已地看着叶晨，脱口问道：是你干的？叶晨点了点头，笑道：没错，你这蚊子实在太小了，我要是你都不好意思把它们拿出来，所以我就好心帮你拔苗助长了一波，怎么样，这效果还满意吗？于义伟惊慌失措地问道：这怎么可能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叶晨笑道：不瞒你说，我就是那个尹天雷把你爸爸于静海劈死的那个人。叶晨这话不仅让于义伟魂飞魄散，就连费可欣都听得无比骇然。于义伟慌张无比地看着叶晨，不可置信地问道：我父亲他真的死了？叶晨点了点头，他跟你一样喜欢养这种上不来台面的蚊虫，还有你那个师伯宣风年喜欢养那种爱吃人脑的蛊虫，所以我就索性为民除害，把他们2个都送去地狱了。什么宣师伯也？于义伟此时整个人已经绝望至极，他已经不再怀疑叶晨所说的话，因为直觉告诉他，叶晨绝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。可是他也已经顾不上去恨叶晨，只能泪流满面地哀求道：叶先生，只要您
能饶我一命。我以后再也不为非作歹了。叶晨笑道，你不是怕死吗？我可以帮你叫救护车，而且你腹中有刚才的解药再起一些作用，一时半会倒是不会有大问题。说到这，叶晨话锋一转，淡淡道，不过我看你头上的伤口，毒素已经开始向大脑渗透了，估计你很快就会昏迷，然后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于义伟吓得浑身剧烈颤抖起来，他惶恐地哀求道，叶先生，您是有大神通的人，求您高抬贵手啊。叶晨摇摇头，认真道，这种事情的根本永远不是去哀求别人对你高抬贵手，而是你自己要对别人高抬贵手。我今日本并不想跟你计较，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于我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悄悄放出这种歹毒的东西来偷袭我，而我也不过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。于义伟哭着说道，叶先生，我今年才23岁，我不想死啊。叶晨无奈道，不想死你养这种变态的蚊子做什么？这不是自掘坟墓吗？于义伟此刻还想求饶，却感觉整个头部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疼痛，就连自己的意识也开始有一些混沌。叶晨见他这副惨状，便知道血纹的毒素已经侵入他的大脑，于是便掏出手机拨打了急救电话。狮勋道不愧是港岛最值钱的豪宅地段，就在狮勋道的山脚下就有一家实力很强的综合医院，而且由于狮勋道的业主都没少给这家医院提供赞助，所以这家医院有2辆救护车常年只为狮勋道准备，一旦狮勋道有人打急救电话，他们几分钟就能把车开到门口。所以叶晨拨打完急救电话，仅仅过了6、7分钟，一辆救护车便直接开进了别墅院中，急救医生与几名护士以最快的速度抬着担架跑进了别墅。而此时的于义伟已经失去意识，昏迷了过去。当这些医生护士看到躺在地上的于义伟时，一个个都被眼前的惨状吓住。于义伟的面部、头部、躯干以及四肢到处是如乒乓球般大小的溃烂，伤口发黑发紫，甚至流脓发臭，模样实在可怖至极。一些跟着医生护士进来的佣人，甚至刘家辉的助理阿明，都被这一幕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急救医生一时间不知从何下手，连忙问一旁的叶晨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叶晨耸了耸肩膀道，于先生养了一堆稀奇古怪的蚊虫，然后不知怎么就被这些蚊虫咬伤了，你们抓紧时间把他带去医院急救，再耽误下去人怕是就不行了。急救医生不禁有些慌乱，脱口道，这也太诡异了吧，什么蚊虫能把人伤成这样？说着他赶紧对身边的护士吩咐道，快把人抬上车，